你们知道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最令大龄剩女崩溃的瞬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吗？其实并不是被家里整天的催婚，也不是忙完了工作一个人回家的孤单，更不是遇到了开心的事情没有人分享，而是当他们真正的下定了决心，收拾好了心情，试着去找一个另一半的时候，见了一个又一个的男生都不合适。快到迷茫的时候呢，突然出现了一个满心欢喜的人，但是没有想到那个人根本就不会选他，人家转头就去找一个年轻的女生。还有更崩溃的，当他们终于想明白了，这样的年纪找对象要降一降标准了，降低了身高、颜值、收入、学历，本地外地都无所谓了，房子车子也可以放一放了。可是即便是这样，仍然发现对方依然看不上自己。有的男生呢，或许会非常礼貌地说一句，你太优秀了，我可能配不上你。我就问过一个男生啊，相比大龄女生情绪稳定、性格成熟、经济独立，你更愿意找一个单纯的姑娘陪她一起成熟吗？他说是的，还是愿意找一个单纯些的小姑娘，省事儿啊。这个就是一线城市相亲市场的现状。真的啊，不要以为打扮一下自己，主动一点就一定能脱单，也不是你保养的多好，看上去只有25岁就行了，年龄仍然是在那儿摆着呢，它不会变的。胖瘦可以改，衣品可以提升，唯独时间是不可逆转的。特别是那些在大城市打拼了多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大龄剩女，青春没有了，人老珠黄了，钱也没挣到，房也没买上，人还没嫁成，就已经老了，这个才是最崩溃的。你们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有个90年的女生，今年呢33了，对吧？长得呢还不错，她老家是农村的，来北京挺久了，她特别的不服气啊，来找我说，最近这一年呢，她相亲相了不下50个男生了，她看上的呢，人家就看不上她啊，看上她的呢，她又看不上人家。她说呢，怎么33就这么被嫌弃了呀？我就问她，那你看上的那些都是什么条件呀？她说那些是经济条件是要好一些啊，综合条件稍微不错的，有房子有车啊，工作稳定，收入呢也都在50万以上的啊。那些没有看上的呢，经济条件就差一些啊，一个月呢才挣1-2万，这点钱真的能干什么呀？在北京可能什么时候都买不起房。那要是我跟他结了婚，过几年我是不是还得跟他回家去生活呀？那我可能不想过那样的生活，直接就降低了我的生活质量和我的社交圈子。我真的不想勉强的自己去找一个男人过那种低质量的生活的。再说了，我之前的男朋友也都挺优秀的，现在我降到这么低了，我还真是接受不了。不管怎么说呢，咱也是90年的还算年轻吧。那我就接过他的话了啊，我说姑娘啊，那你真的是太自信了啊。你是90年的，但是你怎么不算一算00后多大了？他们已经23岁了呀，对吗？这个才叫年轻。他们也来相亲找对象啊，他们可跟你们不一样人家呢早早的就开始做打算了，而且他们的要求真没有你们90后的女生高。你想一想一个女生要选择婚姻，那你就得想好了，你在婚姻当中的价值是什么呢？你的主要价值就是生育价值，知道吗？那我们知道的女人只要过了30岁你这个就已经过了黄金生育年龄了。你呢不要又说男人太肤浅这种话人家确实要考虑传宗接代的事儿你不想要低质量的生活，那人家男生就愿意要一个低质量的孩子吗？你说你不想将就，那人家条件好的男生为什么要放弃00后来那么年轻的姑娘要来将就你这个年龄大的女生呢？还有之前的男朋友很优秀，那是因为你那时候很年轻嘛，现在你还能让他们选择你吗？这个事儿真的谁说都不管用的。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劝一个优秀的男生接受一个大龄女生的，我也没有办法去劝一个女生一定要去接受一个条件特别差的男生。这个全网的红娘都在说这事儿嘛男生对于年龄大的女生和女生对于条件差的男生那真的天生就有敌意的。如果这两类人他们能听劝的话，不早就脱单了吗？你说是不是？昨天呢，我拉黑了一个40岁的未婚大龄老处女至于我为什么要拉黑她，真的是一言难尽。就是如果我再不拉黑她，我真的感觉我浑身的细胞都得死掉一半了。她呢是5年前就开始相亲了，在别的平台她交了一次又一次的费，花了不少钱，见了不下上百位的男士，可是呢连一个愿意正常跟她交往的人都没有之前呢有过一个男生跟她聊得还不错，可是第一次约会就约她上家里去这给她气的呀，直接把对方给删除了。
3年前他就找过我咨询啊，想了解一下自己的择偶定位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那会儿呢，我其实很明白的也跟他说过了，我说你的择偶方向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怎么可能找不到呢？于是呢，他就想拜托我啊，帮他再找找合适的人。但其实他的要求依然是没变的，他的想法依然是大多数剩女的想法哈，要找个优质的男人，学历、收入、颜值、情商最好都能在线。他觉得自己是国外留学回来的，有一个很光鲜的工作，收入呢也不少，所以他配得上一个优秀的男人。可是尽管我那会儿啊委婉的劝过他多次啊，尽量降低标准啊，毕竟啊年龄大了不好找，他每一次仿佛都听进去了。但是呢，过不了多久啊，他又会恢复原来的想法，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几次沟通之后，我发现啊根本就没有效果，所以我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了。可是就在前几天，他又来找我诉苦啊，说自己很着急了啊，马上要过40岁的生日了，想在这个生日之前呀，找到一个可以给他生日祝福的男人。我看着他这么着吧，觉得又动了恻隐之心啊，于是我又张罗着给他再找找呗啊，结果前边才刚刚说好的啊，可以接受离异的、带孩子的都可以，只要对方在北京有个房子就行。他说自己啊就想有个家，别的都不看重了啊。最令我崩溃的是这一次，我居然又相信了他啊！于是呢，我就在昨天我又给他推荐了一位离异没有孩子的男士啊，就比他大5岁啊，还是个博士，在体制内工作啊，很稳定，北京有2套房产，只不过收入可能没有他那么高。男士呢倒是觉得可以渐渐认识一下，于是呢，我估计啊，他能接受这个男士的话啊，这俩人可能能成。但是令我想不到的是啊，他看到资料不到30秒啊，就冷冷的回了我一句：“抱歉啊，这位我不见。”我问他为什么呀？他居然说男士条件太差了。哎呀，于是我就问他，那这么说你不是还是得找条件好的吗？于是他马上反驳我，难道我还非得找一个比自己条件差的吗？这回啊，我也被他整老火了啊！我说，那你就别在这儿做白日梦了啊！你说的那种条件好的，人家有大把的年轻漂亮女人可以找，人家找你这么大的干什么呀？他们又不是脑残，又不是缺女人。你相亲都相了这么多年了，被上百位的优秀男士拒绝过了，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呢？你那些自认为的优秀、自以为是的骄傲，不过是在那儿自嗨罢了。你就继续自我安慰吧啊！以后可别再来找我了啊！气死人不偿命，真的是啊！你们说是不是大龄剩女这个人群啊？别说是男人不喜欢他们，就连女人都喜欢不了。真不是对他们的年龄歧视，而是他们这种畸形的心态真的让人难以理解。你们说是不是？一个女人年轻的时候啊，如果你太挑剔了啊，那你年龄大了之后啊，必定是被别人挑剔的。前几天我这有个42岁的未婚大龄女人私信我哈，她说有没有希望再找到合适的，其实还是想结婚。她自己都说以前自己太挑了，所以呢挺后悔的。现在想想啊，之前那些错过的人其实还是都合适。但是当局者很迷嘛，那会儿自己觉得自己条件好，反正呢都能挑出别人的毛病来没有满意的，好像全天下男人都配不上自己就算后来有过接触的异性，也没觉得相处的多好。我可能对婚姻也有一种洁癖吧，我不能去接受一个有瑕疵的婚姻，所以我不但在追求一个完美的人我还在追求一个完美的关系。我害怕吵架怕那种破碎的感情和勉强维系的婚姻关系。我要的是一个没有问题的感情，不需要动脑子就能维系的婚姻。所以我觉得自己的想法是不是问题太大了？可是现在我还能找到什么样的人呢？他让我给他一些建议于是我说，那你现在找的话，就得把你的条件放低了才行。找个条件不如你的可以的。如果想找条件好的，可能你就得考虑那个岁数比你大很多的老男人，可能还是离异有孩子的那种。他一听就说那我还是宁愿找个年龄相仿的，条件不如我的。这个时候我就给他看了几个男士的资料。他看完了之后说，姐这几个我感觉都没啥眼缘。你想想我如果找个条件不如自己的，那我想我得图点啥吧，长得好看也行或者比我小的，长得阳光的，条件差一些的。我这么一听真的又很无语了。年纪跟你差不多或者比你小的，他但凡长得好阳光帅气，就不会缺女人喜欢。你要是想要养小白脸那你这点实力其实又不太够。你虽然比普通人条件好一点但还没有好到可以让一个阳光帅气的比你年轻的男人愿意跟你去结婚的。他短择一下是可以的，你想跟他结婚基本没戏后来他又改变了想法说
那就找个条件比我好很多的年纪大的10岁以上的男的也可以的，那样的话最好资产能过亿。这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他了啊，我们的对话也就终止了。我不想在这儿跟他费劲了。我相信啊，如果我真的给他介绍个50好几的啊，资产过亿的，他估计还嫌人家老呢。所以那句话说的没错啊，出来混啊，有些债你一定是会还的。特别是女的，年轻的时候你太挑剔了，等你年纪大了之后啊，就会被别人挑来选去的。就像下午的那个菜市场啊，论吨卖了啊，都没有人要，你们说是不是啊？